他们都是寒门子弟，听闻崔氏来了书院，争相来和姑娘你谈诗论道的。你从小阅遍藏书，跟他们讨论一下，全当消遣。读得多未必全懂。嗨，以我和周生辰这般年纪的人，都不敢说读过的书全懂。北方的藏书数量以崔氏为首，你读过的书，许多连我都没有眼福读过。你若是能跟大家讲讲，对他们是一种帮助。先生这么说，我便去。我才疏学浅，只是占了家里藏书多的便宜。诸位只当闲话闲说，少聚一场。姑娘愿分享见地，我等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姑娘请。这下好了。头一次感觉到自己不是被簇拥的对象，什么感想？挺好的。你啊，日后定人跟我一样，惧内。什么惧内啊？好，厉害！在看射箭啊？想试试？去试一下吧。书院准吗？万人去。我是管事的，他是掌兵的，谁敢说不可以？他似乎很喜欢热闹。很难得到人多的地方。我常年不在王府，多年来都是他的一个婢女和藏书楼陪他。如此说来，怪可怜的。你教的？我可从未教过他这个。是。你看到了吗？谁教你的？王府剑场空着，我左右无事，偷学的。准度看似不错，但握弓的姿势要改。来，准备。像阵风，轻轻地拂过，像朵云，等待着雨落。心中期盼的萤火，又有一个角落闪烁，是为你点亮夜空星火。我们书院的弓都是猎户送的，比不得你们王府的弓轻巧。应该早些提醒你，就不会拉上箭了。今后的伤需要人帮。我可以自己抹的。这个药需要以掌心搓开，方可见效。唉，只可惜我们书院全都是书生，没人能帮你啊。那能不能请贵夫人帮我一下？她不见外客。你们忙，我不打扰你们了。
你先自己上药，垫上白布之后叫我。嗯。我好了。我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？你指的是婉夫人？嗯。过后，我找个机会带你去见她。嗯。我琢磨着，再招待他们几人，也该和他们要报酬。夫人，你说呢？对，你猜对了，我啊，就是想要崔氏的藏书，那可是无价之宝。今日那群小子跟他论道，一帮人居然论不过一个小丫头。究其原因，人家崔姑娘读的书，天下难寻啊。他夫人已经……他们同岁，6岁相识，长到16岁成亲。2年后，汉军洗劫还府，我们夫妇2人抛下所有，带着珍藏古籍，远避西北大漠。他死在了荒漠里，而我痴心活着。进来吧。我娘子走前对我说：“环玉，你休想给我立什么牌位。我日日在你身边，绝不会走。”所以没有牌位，我娘子她就在此处。你们坐，我去给你们倒茶。环夫人对环先生的承诺，成了环先生的信念，以此为生，了然余生。可见承诺的力量，对家人来说有多可贵。
师傅怎么了？师傅错了。我哪儿错了？师傅说，人死了，留下的东西都是空的，除了伤心，并没有多余的用处。承诺，对一个将士来说，比生命还要沉重。我可以答应你，如果有朝一日我遇到什么不测，定会有人告诉你，我死在何时，死在何地。师傅是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，定会长命百岁的。此处就是龙亢书院。回陛下，正是。给桓先生递过拜帖了？臣疏忽了。罢了。我为你们弹首曲子听。先生，有一位老者带着另外一位老者来了。语无伦次，重新说。一位自称南乡萧某的老者带着另外一位老者来了。只有2人，没侍卫。对，没侍卫。着常服。是，着常服。方莲。啊？我又不知道他是谁，自然要方莲。殿下，对吗？对。崔姑娘，猜到来者是谁了？敢把南萧称为自己封地，又姓萧，是南萧皇帝。要让他们出来拜见吗？桓先生的住所，只有学子求学，知己往来，无君，更无臣。老朽听闻书院有位西周来的贵客，不知桓先生可否打开纱帘，让我们见上一面？此处没有贵客，老先生是客，西周来的这位也是客。我这个人呢，最讲究一个先来后到。这位是先来的，你要问他自己愿不愿意见你。有道理。西周的这位客人可否出来一见？还以为此生再无机会相见。想来这位就是南城王妃了。她是我一位故人之女，北辰崔氏崔氏仪。原来是故人之女啊。崔氏，北辰第一谋臣世家。幸会。这位是龙亢桓氏桓玉。家人常说龙亢桓氏曾有3代玉先生、5位帝王师的美誉，我从未想到，还能再见到龙亢桓氏的后人。抱歉。当年龙亢桓氏被抄家灭肆，侥幸活下来的人，也都更名改姓，远走异乡，一场浩劫啊。不过那都是祖宗的事，来说眼前的。你可知道，我当年的命，就是你这位未婚夫酗酒的。
不是未婚夫婿。我又说错了，我不应该看错才对啊。我们奔波了数日，还没有好好的吃过一顿饭呢。先吃再说。先吃再说。他还没说你是怎么救的他呢？你还想让他继续留在这儿啊？再说下去，就不单单是未婚夫婿这么简单了。这位先生什么都好，就是喜好乱说话。你一个大男人，遮面做什么？如此才是我呀！人家一见到此物，就知道龙亢书院的环先生下山了，岂不妙哉？西周没见过这些。我其实没怎么逛过西周。啊？你不地道啊！自己的地方不带徒弟逛。不怪我师父，我以前有很多不方便，他带我出去的话，得罪我阿舅，也得罪宫里的人。现在好了，我可以随便走了。有什么不方便？不能出门？他过去有婚约，现在呢？现在没有了。为了你，不是为了我。表面上不是，心里也是。崔姑娘，我们先听琴，然后乘舟畅游。今日是9月初9。对啊。 9月初9该登高的，怎么我们反倒乘船来了？晚上回到山上，不就是登高了吗？倒也是。哎，对不住了，二位，桨拖了一下。 坐稳了，二位。你为何不喜欢吴哥？啊？你不许琴师弹唱，为什么？ 我去看看风景。故有思念结魄，三尺白雪似一人墨。细数日月，圆了又错过，花开落，心只为你执着。若执念像无声，于是只为守护一个人。 公子，前面这个大船在我们江陵啊，那可是相当有名啊，经常停靠在这儿。平日里啊，城中来的贵女都在此船上小聚呢。敢问乌篷船上的公子是外来客吗？是啊，龙亢书院的贵客呢。请公子上来。我家姑娘说了，龙亢书院的贵客便是江陵的贵客。公子若不嫌，请上大船来。 今日9月初9，共饮一杯吉祥酒。多谢好意，不必了。
不是看水景吗？一起啊！小娘子，你要是再晚上去半步，你家公子怕是要被拉上船喝酒喽。嘿嘿。什么是吉祥酒？南面的说法就是菊花酒。春风，哎，公子，哪里有卖正宗的菊花酒啊？离这儿不远，稍后靠岸，我指给公子。再相遇，人们也清晨；再相遇，人约定终身。2份菊花酒。哎，来，您的酒。好，还有一个，谢谢。慢走。尝一尝吧。姑娘，买个茱萸囊吧。选一个吧，辟邪的。对，辟邪。你看，你也挑一个吧。哎呦，这是姑娘家带的，她可带不了。那她用什么辟邪？喝菊花酒啊。啊，这个我们要了。哎呀，不，3文，只要3文。我们是从北面来的，没有这边的钱币，只有这个。啊，不，太多了。您就收下吧，收下之后就可以好好回去过节了。哎呀，谢谢啦。师傅，快多喝2口。婆婆不是说了吗？辟邪的。还想喝吗？想。先喝我的吧。那你呢？我现在去买。好，吉祥酒嘛，喝再多也不嫌多。姑娘喝了吉祥酒，闻得出来啊？不好闻吗？没有，菊花酒可香了。啊，殿下说要和先生叙旧，晚些才能回来。